大家好，我是何千成，新加坡当商工会的会长。我从事这个典当行呢，已经有将近40年的历史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典当业的一些故事，包括一些程序啦，还有怎么样赚钱啦。典当是你把有值钱的东西拿到当铺来，我们就可以给你估价，给你一个价钱，这个就是押金。当店赚取的就是那个利息。打个比方说，鸭子典当品估计它的市价大概是120块，一般上典当价呢大概是市价的80%左右，也就是说橡皮鸭呢可以当100块。我们收取的每一个月利息呢，在新加坡来说，第一个月是1%，接下来每一个月呢是收取1.5%，限期是6个月，6个月的利息总算起来呢是8.5%。那个利润呢，就是8块半。当然要来典当的话，你必须要有货真价实的那个典当品，比如说黄金类了哈，这样子的一个足金项链，它现在的称重呢是110克，市价可能是12000左右。不过我们根据80%左右典当价呢，这个可以定价为9000块的当价。我们第一个月的利息就是90块一个月，接下来每个月我们就收取135块，加上它原本的当价是9000块的话，那么本金加上那个利息呢，就是你要输回去的那个价值。所以多数人都是来当金的吗？以新加坡来说，98%以上都是典当金师的。所以如果6个月之后我不来赎了，然后怎么办？根据我们的当商法令，这一个典当品抵押在当店里面，如果超越8个月呢，就会被没收，归属于当店。那么当店自己有自己处理的方法，一来就把它熔掉了，换成现金；第二呢，做二手金饰品卖出去。当然，二手金饰的市价呢，往往会比金店里面卖的稍微便宜一些，所以赚得多了。也有风险的，因为典当当天呢，我们是以重量来计算，断档之后的金价也可能会飙升或者往下调，那么利跟损之间呢就有一个差距。一般上我们为了规避这个风险的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底线，典当大概80%到90%左右的那个市价。所以何先生，那你们当铺是希望顾客来赎回还是不赎回他们的东西呢？当然，我们希望把东西赎回去，因为货如轮转，川流不息了。这个东西它既然能够赎回去，它以后还有机会再来当回来的。所以，同样的一件物品，可以在我们当店里面交易很多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赚取利息的一个所谓叠加的效应。断档呢，其实我们认为利润空间不大。我们的这个业界呢，有一句打油诗啦，有档有数上等人，有档无数中等人，无档无数是下等人。就是说，他典当的东西，他随时都可以赎回来，那么他又可以再加以循环。有档无数呢，中等人的意思，他当了之后，他不来赎了，我们的货源也就跟着断了。那么无档无数的，就是说没有加档的人啊，他也不能够光顾这个当店。这个当然不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顾客了。哦，所以我是下等人咯。所以当铺的生意行情坏的时候，当铺的生意是不是比较好一点？过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就是说百业萧条，当业呢就一枝独秀。在经济最糟的时候，需要一些现金来周转，我们的当店生意也就略微增加。不过在另外一个情况来说，我们当然希望经济情况越来越好，那么身边就有更多的那个保值品，这些对于当店来讲就是一个货源充足的市场。不过什么人会来到当铺当东西？一般上我们的这个顾客呢，都是所谓的蓝领阶级、白领阶级，就是家庭主妇了，或者一些外劳。这些顾客呢，因为有固定的一个收入，未必能够支撑他额外的开销，所以他必须要寻找另外一个途径来周转一下。我们这个当店呢，就是一个合法又健康的一个渠道，只要你有东西可以抵押给我们，你就可以换取你所需要用到的那一笔资金。
所以说当铺是穷人的银行是正确的吗？的确是穷人的银行，我们这个典当商呢也扮演着一个及时雨的一个角色，就说你在最需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提供你这个经济的援助。以新加坡来看，我们的典当价是非常高的，大概是市价的8成到9成左右，因为利息低，我们需要把这个当价提高。尽量的就从这个典当价里面收取比较理想的利息回收作为我们的那个利润。新加坡的那个典当的这个回溯率一般上都过去到现在都是很高的，甚至达到95%或者98%，那完全要看我们的国际金价的定位在哪里。如果它越高的话，那个回溯率肯定就越高。那么金价如果往下降的话，可能回溯率呢也会受到影响，也会跟着下调。